掌柜的，不好了，后厨走水，烧到地窖了。我的书还在里面呢。什么动静？你谁啊？拍戏走错片场了？我的玉佩！别哭啊，美女，不就是个玉佩吗？我能修好。不可能，京城最好的玉匠都没这手艺，你骗人！但是他没本事，你跟我来。看好了，这叫。都给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修好了我的玉佩。以后有坏了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找我修。敢问姑娘怎么称呼？我叫苏小小，以后叫我小小就行。小女子姓薛，名清婉。敢问姑娘这是哪儿？薛姑娘，你哪个剧组的？演得这么逼真，这是40世纪的花都啊！40世纪，我想起来了，苏姑娘，你跟我来。啊！啥情况？大活人就这么不见了？哎呦我去！那个小小，这是王将军赐女的宝贝，被弟弟摔断了尾巴，小姑娘哭了3天3夜，王爷悬赏黄金100两。可京城工匠都说颜色对不上，不就是个马尾巴吗？看我给你露一手！3D 扫描精准还原形状，同款陶土烧制，绝对严丝合缝。服了，看了好几遍配比了，这个颜色怎么总出问题？不对不对，总觉得少了点东西。3彩粉色不是这么调的。我知道了，要加花灰，烧成灰混釉料，就是樱花粉。桃花灰，这是什么土方子？我家祖传的釉方里写的，绝对没错。清婉，真一模一样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怎么样，我祖传的手艺厉害吧？我先回去采桃花，你帮我看好这匹马，别再弄坏了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臭元宝，我的马！臭元宝，都是你的错，看你到时候怎么和清婉一一交代。完了。应该看不出来吧？小小，你看，刚摘的，带着露水呢。清婉，接下来看我的吧。好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，颜色一模一样。我就说老祖宗的法子不会错。小姑娘看到修好的马，当场就不哭了，吃了3大碗米饭。这是她娘亲手做的桃花酥，特意让我带给你。哇，太好吃了，比外面蛋糕店的还香。你喜欢就多吃点。还有呢，这个呀是小姑娘给咱俩画的。小小，这是王将军让我特地带你的。发财了，将军府果然大手笔。对了，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。我库房里还有200本这样的书，见面那天库房走水，结果变成这样，还能修吗？200本！
这就是我从火场里抢出来的那批书，就剩下这些了。放心，我一定帮你保住他们。坏了！主板烧穿了，换主板至少要等半个月。半个月，他们等不了半个月的。等等，我爷爷好像说过，对付火烧的书有个老法子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家里处理被火烧过的书都是用的这个法子，能存上100年。火烧过的纸都脆成这样了，草药能行吗？当然行，这些草药能中和纸里的火气，还能防霉防虫。你看，火烧过的纸最怕发脆，这个汁能让纸重新变软。青婉，霉斑真的淡了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有空也教教我你家的传统工艺。好呀，你也要教我怎么用它们。坏了，别动，我来。火烧过的纸最脆，翻的时候要拖着底，不能扯边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要完蛋了，没想到这些书真的能救回来。终于要完事儿了。我爷爷说过，书是有魂的，只要有人愿意看，它们就不会消失。等等，这里有字，好像是后来写上去的。这是陈先生的笔记，我认识他，你认识？他就住在城南的破院子里，去年冬天走的。这是我爹写的书，我以为当年大火早就烧没了，他呀犟了一辈子，非要守着自己的老院子，非要守着我母亲。这是陈奶奶她亲手做的香囊，这太贵重，我不能要。陈奶奶叫我们一定收下。姑娘，你这里能修银簪子吗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陪嫁，昨天擦桌子时摔断了，我找了好多银楼，都说修不了。您放心，半个钟头能修好。这簪子跟着我60多年了，我娘走得早，我都快记不清她的样子了，就剩下这么个念想。您别难过，我一定给您修得跟新的一样。不用跟新的一样，能戴上就行。就是可惜了，这簪子是我家祖传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做的。好了，您看看，修得真好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孩子，你看，这就是我娘，那时候她才18岁。您跟您娘长得真像。这个字，奶奶您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青婉，你看这个，这簪子内侧刻了个青字，这是我们那个朝代银匠的落款，我去帮你查。奶奶说这根银簪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她一辈子都不知道是谁做的。放心，京城所有银楼我都熟，肯定能查到。掌柜，见过这只梅花簪吗？没见过这个款式。奇怪，这么特别的梅花簪，怎么会没人认识？老师傅，您见过这只簪子吗？这梅花纹是我爹的手艺啊！永和3年，绣娘阿秀定制梅花银簪1只，刻青字落款。阿秀，对，就是巷口绣坊的阿秀姑娘，手特别巧。她18岁那年，用自己绣了3个月的帕子换了这只簪子当陪嫁。谢谢您，老师傅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还能再见到这只簪子。奶奶，这是永科3年您家老祖宗阿秀姑娘在临济银铺定制的，是个老物件，您收好。谢谢你们，都是好孩子。姐姐，救救我的兵马俑！别哭，让姐姐看看。兵马俑是吧？姐姐想办法。
哭不哭，姐姐帮你修。还好，就只缺了个胳膊，一会儿姐姐给你打一个一模一样的，10分钟就好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的兵马俑修不好了，这是爷爷留给我的。完了，喷头堵死了，主板也烧了。我记得昨天还好好的。我要爷爷的兵马俑，我要爷爷。青婉，这个兵马俑人偶太小了，不好弄啊。我试试。你会雕刻？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学过做陶俑。不是吧？这也做得太逼真了吧？姐姐，你好厉害啊！马上就好啦，别着急哦。好了，我的天，青婉，连盔甲的纹路都一模一样，你这手艺也太绝了吧！可惜只跟我爹学了2年，手生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我来做旧，保证看不出一点痕迹。姐姐轻点儿，放心，姐姐保证给你修的跟之前一样。这里再加点黄土色，原物埋在地下久了，颜色会偏暗一点。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大功告成。修好了，谢谢姐姐。哇，真修好了，跟原来一模一样。谢谢2个漂亮姐姐。姑娘，太谢谢你了，这是乐乐爷爷当年亲手做的。我家老头子年轻时是第一批参与兵马俑发掘的考古队员，这是他在工地上给孙子做的。去年他走了，就剩下这么个念想。奶奶您别这样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小小，你过来一下。这是……这是镇北军李将军的佩剑，昨天他后人在其旧宅的地窖里发现，断了几10年了，锈蚀很严重，但剑身保存的还算完整，能修。放心，精准的很。这个东西能把锈去掉，不会把剑烧化了吧？只会去锈，不会伤剑身。走水啊！原来不是着火啊，这法器也太厉害了吧！这叫激光去锈仪，不是法器。你离远点，别伤到眼睛。太厉害了！好了，去锈完成。破炉，是李破炉将军的剑。你认识他？当然认识。李将军一生镇守北疆，战死在雁门关，连尸身都没找回来。没想到他的佩剑竟然留了下来。等等，这里怎么有个缝？里面有东西。吴妻婉娘亲戚，雁门关战事紧急，恐难生还。此剑随我征战10年，今托人带回，件件如剑，勿念勿等。这是他战死前写的，他到死都没能再回家看一眼。那他的妻子应该很难过吧？李将军战死之后，他一直守在旧宅里，再也没有改嫁。你去吧，把剑和信交给他，这是将军最后的心愿。等我回来。夫人，我给您带样东西。这是……我就知道，你总会来见我的。
怎么样？它很好，这是他送给我们的金簪。这是李夫人画的，画里的老人是宫里最好的制瓷工匠。这支匕首是他70岁那年亲手烧的。老人临终前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再看一眼完整的笔写，可当时没人能修好，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。56片，这是我修过最碎的瓷器了。歌谣的冰怪纹最麻烦，每一道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拼错一点都不行。这片是口沿的，你看这里有个小缺口。对，你眼神真好。我上次修一个碎成30片的碗，拼了整整3天。歇会儿吧，不急。不行，越早拼好，老工匠的遗憾就能越早了结。成了。成了，终于拼完了。我们真的太厉害了，连冰波纹都对上了。你看这里还有老工匠的落款呢，要是老工匠能看到，该有多开心啊！等我用粘合剂粘好，再做个旧，就跟之前一样了。请问哪位是苏师傅？苏师傅，这是博物馆馆藏的古青铜鼎，常年封存受潮，锈蚀严重，文物残缺。这是官方修复协议，苏师傅，您看一下。我知道了。小小，这不是普通的官鼎，你快来看！你看，这尊鼎身原本带有天然墨色旋纹，不是锈蚀瑕疵，是古法烧制的特色纹饰。这鼎的纹路怪异，我差点当成后袖清理了。还好你发现的早。所以这鼎的修复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必须保留原生旋纹，只能清理表层腐朽，力度分毫不能差。还好，纹路保存得很完整，再清理一遍就能定型。不好，功率过载了！完了，馆藏文物被我烧出瑕疵了，怎么办啊，青婉？别急，我有办法啦。我用的是古传分层做旧法，矿物颜料能贴合铜器肌理，逐层晕染，完全匹配圆鼎的央质感。真的看不出瑕疵了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瑕疵补上了，但鼎身残缺的纹路还没修复，咱们得抓紧收尾。我们分工配合，我用现代技术补全形制，你用古法还原感，绝对能做到天衣无缝。扫描零误差，配件尺寸路完全对标原器，不会有半点偏差。好，让我们大干一场。太不可思议了！当初的鼎找了10几专家都束手无策，你们居然彻底修好！现代科技补全残缺，双向配合才能完美复原。你的修复水准已经是行业顶尖。我这次来除了验收文物，还有一份重磅邀约。这是全国文物修复大赛的专属硬函，我们馆破格推荐你参赛。全国大赛，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类赛事，原来这是全国赛事的专属奖杯标识。就这2个小姑娘，不在家好好绣花，怎么还学人跑出来参加比赛了？真让人笑掉大牙。听说她们是破格参赛的新人，
你可别乱说，小心到时候取消你比赛资格。我猜他们估计根本不会修，就出来做做样子。修复比的不是速度，是精度。没错，先变胎色，定釉层，找准纹路逻辑，后续拼接才能一步到位。小小，这批清华瓷胎质细腻，釉色偏冷，口沿位置的瓷片最容易拼反。我按釉色纹路分类拼接，绝对不会出错。他们动作也太稳了吧，比我们快不止1倍，还完全不返工。胎质釉色纹路全部对齐，没有偏差，可以收尾做旧了。搞定，完整度100%，无任何拼接痕迹。这配合默契度根本不像临时组队的新人，比专业老师傅还熟练，差距也太大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文物修水准啊！比赛时间结束，请所有选手停止操作。这修复工艺简直是教科书级别。本次文物修复大赛的冠军得主，苏小薛清婉。这是本次大赛专属1等奖品——高净度古籍扫描仪，专为珍稀古籍扫描坠档量身打造。恭喜你们！谢谢评委老师。国家就需要像你们这种独具匠心的年轻人。我们把文物交给你们这样的人，也放心了。不愧是赛事奖品，这款机市面上很难买到，扫描精度比我之前用的设备高出不止1个档次。刚比赛拿了大奖，不先吃桂花糕庆祝一下吗？你呀，就小贪吃鬼。我才不是呢！这是之前在我库房那批古籍吗？没错，还有孙奶奶的古籍。苏老板，别再拖了，合同早就到期，1周之后这地方必须拆。李老板，石鼓斋开了10几年，是这条街唯一的文物修复工作室，里面还有很多待修复的珍贵老物件，不能说拆就拆。突然拆迁，以后大家怎么修文物啊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开发商给的补偿款已经到位，谁也挡不住。我们可以加房租，只要能保住石鼓崖，什么条件都好谈。没得谈，我已经签了协议。谁来都没用。这是我奶奶临终前留给我的唯一东西，怎么就碎了？李总，别难过了，碎了就再买一个新的呗。你懂什么？这是念想，多少钱都买不回来。李老板，
你别着急，这个扳指我能修。断成这样怎么修啊？就算勉强粘起来，也会有明显痕迹。用同材质玉石粉条和专用胶拼接，再经过纳米固化和手工精抛，能做到完全无痕，和原来一模一样。我们修复过比这破损更严重的玉器，保证看不出任何修复痕迹。真的？如果你能把它修好，我不仅不拆石鼓斋，还免你们3年房租。一言为定，3天之后你来取扳指。太神奇了，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苏老板，你的手艺简直绝了！之前是我太冲动，对不住了。以后咱们就是朋友，石鼓斋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苏老板，你是个爽快人，我也不跟你兜圈子。这些修东西够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收来路不明的钱。这点钱不够，我可以再加，帮我修东西。这些全部是你的，足够你开10间这样的破店了。我修文物，修传承，修遗憾，修岁月痕迹。你这东西，我不修。行业里谁不是看钱办事？没必要这么死板，错过这次你会后悔的。我们这里不修脏东西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行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刚刚气场也太足了吧！多亏有你，做生意要有底线，脏活烂活碰都不能碰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不是单独来的，外面有人蹲守。工作人员吗？今天来我们店里修护文物的人，疑似前段时间新闻通缉文物盗窃团伙，他们在春风路22号。怎么回事？头好晕，我的袖子开始虚化了。给我亮！我必须回去，小夏还在等着我。今晚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差成这样？铜镜出故障了，先喝点水缓一缓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镜子怎么裂了？再这样下去，我怕会无法往返两地。我想不出见不到你我会怎么样。我们的苏老板怎么说哭就哭呀？如果我回不来了，我就把这个送给你。他自己发光了。
苏小小、薛清婉两位女士，我们今天专程过来向你们致谢。我们只是普通文物修复师，怎么还送上锦旗啦？你们之前拒绝不明黑市订单，察觉可疑人员蹲守，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，直接助力我们打掉了一个盘踞多年的盗墓团伙。原来是那伙人，我就知道他们来路不正，根本不是单纯修文物那么简单。没错。该团伙长期倒卖被盗古文物，虽然我们已经抓到了他们的蛛丝马迹，但是他们隐蔽性极强，迟迟无法收网。多亏你们警惕性高，苏老板、薛老板，你们两个拿这个锦旗，实至名归。你们的坚守，保住了无数珍贵文脉，值得所有人敬佩。苏师傅、薛师傅，恭喜你们！石鼓文物展，接下来有一场全城重磅文物公开展，我们特邀您作为首席修复师参展。苏老板，我的古籍修好了吗？修好啦。孙奶奶，你快坐一下。我找这行字迹找了整整1辈子。传闻这本古籍里藏着我祖辈的亲笔手契，可惜原本残缺，多年来没人能完整复原。您不用再对照辨认了，完整的古籍内容我已经全部扫描复原存档了。这里面是古籍完整原文、残缺补全内容，还有祖辈手系的高清存档，一字不差。全都复原完整了。我们修复时严格遵循古本录字迹笔法，没有半点篡改，完全还原了原本样貌。太好了，祖辈的遗憾终于能补上了。谢谢你，小姑娘，这不只是一本古籍。文物修复，修的从来不只是器物，文物修的更是人心和遗憾，是我们家族断了几10年的念想，是迟到太久的团圆。孙奶奶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祖辈，你们的字迹终于完整留存下来了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心事。又是一件没能圆满的旧物。这是这把琴唯一的留存印象。这是一位天才琴师的本命古琴，琴师与师傅合作的古曲一度名动一时，可惜后来琴毁人散，古曲彻底失传，倒是让我想起了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。伯牙绝弦，在崴子期，真是让人伤感的故事。既然有完整画像，那就有修复依据。问题比我想象的严重太多了。不只是琴头断裂，所有琴弦全部腐朽粉化，琴身还有多处暗裂，结构稳定性极差。最关键的是，原配琴弦根本不是普通钢弦、尼龙弦，那原配是什么琴弦？资料显示，这把田琴御用的是古法蚕丝弦，质地柔韧，音色温润，是专属配套琴弦。但这种古法制弦技艺早已没落，现代几乎没人掌握这门手艺，市面上根本没有成品售卖。清婉，怎么办呀？也就是说，修得好琴身，也配不上原装琴弦。这把琴永远无法复原原本音色。我不死心，古籍文物修复讲究极致还原，绝对不能用普通琴弦苍穹，音色会完全走样。请问你们这里有古法蚕丝弦吗？蚕丝弦早就失传好几年了，现在没人做这个。
或者会制作蚕丝新弦的老夫也行。我们店里只有工业琴弦。全城都找不到蚕丝弦，难道这把琴真的没办法复原了？现在根本找不到古法蚕丝弦，手艺彻底失传，这琴算是卡在最后一步了。现代没有，但说不准古时候有。我回去看看我父亲留下来的笔记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我在这边等你。你可算回来了，这里面是什么？专属古法桑蚕丝，还有旧时完整制弦工具。我直接把手艺全套搬回来了，多亏了你，青婉，这下古琴复刻有希望了。我精通古法纺线制弦，负责做琴弦。你擅长器物修复，专心修补琴身裂纹。熬了3个通宵，终于全部完工，一丝瑕疵都没有。让失传的古曲重新响一次。这个琴声是失传的古调。同学，你要修什么东西吗？学姐你好，我是大学历史系的学生。这首古调早已失传，我刚在街上听到琴声，特意进来求证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人认得这首曲。这面镜子居然真的存在。书上写，此镜为成对双镜，分属2个平行时空，互为通道，互通光影。小同学，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？这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，另一面留存于古时时空，2面镜子相辅相成，而且它并非随时可用，它的全部能量都来自修复文物、守护文脉时一点点凝聚的纯粹心意。今天的曲子真的不错，我还有课，先回去上课了，慢走。难怪之前玉佩能稳住镜面，也是因为它是我出新修复的第一件古物。不是铜镜有灵力，是我们的坚守一直在给它续航。我们双向奔赴的守护，才是跨越时空的钥匙。既然心意为引，那我试试。上次咱们配合工作人员端吊木盗墓团伙，追回了一大批被盗流失的文物。这次的石鼓主题展，就是要主打文物复原、传承守护。这次参展的展品，大多是这批追缴的受损文物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修复的珍藏，刚好借着展会，让失而复得的古物重新被世人看见。
文物修复只是第一步，干干净净、完完整整亮相，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交代。像这尊青铜鼎，还有那把古琴，当初破损严重，几近报废，还好我们及时修复，才及时保护了它们。每一件残破古物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我们修器物，说到底是在修补遗憾，代代传承。但是只干巴巴陈列展品太单调了，我带了不少古代好物，咱们搭一个古法体验区，让展会更有温度。你说小小？真是个好主意，太棒了！让大家亲手触碰，体验古法工艺。沉浸式感受文化的魅力，远比单纯看展更有意义。秦婉，你画的太传神了，每一幅都精准还原了文物当年完好的模样。是的，小小，我把每一件文物的身世、背后的沉浮故事都画下来，然后我们对应贴在展品旁，让观众看懂文物不为人知的过往。文物全数修复归位，分区陈列清晰，再加上古法体验、文物故事展区，这场官方联合的主题展总算是大功告成。我们跨时空守护，用心复原的心血，这些我们经手的文物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展示给所有人。这展览真的是古色古韵，每一件文物都保存得完好无损，让人赞叹。这件黄金面具就是我们之前协助相关部门破大盗墓案的核心赃物。当初黄金面具已经锐灵器物戳得坑坑塌塌，破损严重，是苏小小和薛清伟用古法加现代科技双重修复，才彻底复原。原来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这么曲折的故事，太不容易了。姐姐，我想学写毛笔试，还想听古琴的声音。慢慢来，古法执笔要端正，一笔一画皆是传承。大家眼前这把复原古琴，曾经琴头断裂，琴身开裂，专属蚕丝弦彻底腐朽，手艺失传，是我们四处寻访古法授意，复刻出失传蚕丝弦手艺，熬了3个通宵，才让这曲绝技古调重响人间。两个姐姐都好厉害，文物修复真的太酷了！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当一名文物修护师，为国争光。没想到能在这场展会上遇到这么多懂古物、惜文脉的年轻人，见证这些老物件重获新生，也算圆了祖辈的心愿。从最初修复传世玉佩，补全古籍残页，再到复原青铜鼎，你们坚守文物底线，复原失传手艺，守住了一件件险些湮灭的文脉，这才是真正跨越时光的守护。从第一次修好那枚古玉佩，到追回文物，复原失传古器，一路修补，一路坚守，所有辛苦在这刻全都值得。一路走来，不负时光。小小，尝尝我亲手做的桂花糕，好吃吗？还是熟悉的味道，很甜。古物有情，匠心为引，我们以坚守为心火，以手艺为底气。直播间的宝宝，昨天我们讲完了古玉佩的故事，今天我们继续修复老物件。宝宝们，我们今天先修这个，是一位老奶奶送来的祖传瓷碗，碎成了10几片。下面让我们的薛老师进行讲解吧。胎质细腻，釉色温润，是件很有年头的老东西。请问这里是石鼓斋吗？是的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修复的？
文物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。